李长寿话语一顿，心底计算着三龙宫高手抵达此地的时机，身形缓缓自半空落下，长发袖袍与水中并舞，浑身包裹着微弱的玄黄气息，站在了七娃之前。各位，李长寿一眼扫过众敌，笑道：可要试试我这葫芦藤之妙？今日这场逼宫大戏的主角敖氏刚要说话，他身旁已是有几道黑影窜了出去，一只只斗篷抛飞，显露出几道或英俊或美艳的身影。洪荒凶兽的化形都是这般满满的欺诈性。李长寿的笑容依然淡定，虽敌众我寡，但也算是有几分敌。给塔爷一点面子，此时呢算是有9成5的底气吧。虽然凶兽凶狠，但是李长寿有过跟金蝉子交手的经历，跟文静道人也算是熟人，已知这些凶兽的实力到底如何。鸿蒙凶兽为天道所欺，各自的修为境界早已经被天道锁死，在上古时就没了在大道上前行的可能。真正棘手的是这些凶兽各自的本命神通与种族天赋，就如文静道人的血纹傀儡之法，以及吸血灭灰之法，还有金蝉子天生的乾坤遁术和让李长寿印象深刻的金蝉归鞘，这才是这些凶兽难对付的主要原因。此刻几只化作人形的凶兽最先发难，能够看得出来，这几只凶兽只是想要将战事引爆，不给李长寿更多开口的机会。此时他们出手也是多有保留，明明只是隔了100丈的距离，可是冲到一半就各自顿住身形，几道乌光，一滩黑水对着李长寿当头洒落。李长寿气定神闲站着不动，这几道攻势落在身上，却是连他的半根头发都伤不到。那些黑水都化作少许云烟，瞬间被蒸干。这是哪般修为啊？出手的几只凶兽，后方观望的众高手不由一阵心惊。而李长寿在承受他们攻势时，已经开始了反击。斗法又非回合制，7只葫芦灵娃中，大娃至五娃朝着不同方向迈出一步，金木水火土5行之力的残韵涌现，5只大头大眼板寸头的灵童似乎在一瞬间施展出了截然不同的5种遁法。那几只凶兽却是冷冷一笑，这般遁法虽然迅疾，但并非是无迹可怎么会呢？5行遁法残留的道韵未散，方圆10丈的乾坤之中出现淡淡波痕，那5只葫芦灵娃的气息竟然彻底消失不见了。已不知是第几次，大殿之内落针可闻。但是这一次的安静只持续了不足1个呼吸，毫无征兆，5只小胖手同时在这几只凶兽的背后出现，各自抓着一把银针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扎在了凶兽的脖颈。这5只小胖手一扎便退，唰的又消失不见了。就听得几声低吼，最先站出来的这5只化作人形的凶兽，或是浑身爆发出璀璨光华，或是直接转身拳掌轰砸，但他们所能捕捉到的只是如同水波般淡淡的乾坤波痕。乾坤遁术不对，刚才那5名童子抓着一把银针用力扎了他们一下，一股莫名的火热气息在这几只凶兽被扎的针眼处冒出，瞬息间席卷他们全身，没有给他们任何抵挡的机会。这5只凶兽双目突然就变得赤红，但是表情却是意味深长，不可描述。一头化作女子的凶兽咬牙轻哼，额头满是香汗，双目渐渐迷离。他突然转身朝着宫殿之外飞去，浑身的气息一阵乱颤。而后其他4只凶兽立刻跟随，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转眼就消失在了宫殿大门处，速度一个比一个迅疾。只留下2五仔龙龙们与这些凶兽们不明所以，一阵面面相觑。李长寿淡定一笑，大娃和5娃已是回到他的身前，恢复原本的造型，还是那般人畜无害。
这一幕当真是诡异难明。一时之间，原本还气势汹汹的这一群鸿蒙凶兽，此刻面对着天庭水神的神通，竟然露出了退意。敖氏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提剑向前，身上的金色长袍闪耀着璀璨光亮，他这个主角必须站出来了。水神当真好本领，但今日绝不能让你断了我龙族大运。敖氏话音刚落，忽听殿外远处传来一声低吼，一道道仙石探去，不少龙族高手洪荒凶兽尽皆变了面色。他们所见，远处海水中的画面混乱不堪，不可描述。前一刻还是在此地的同伙，此刻却已经是丑态百出，如同失去神智般。李长寿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，淡然道：各位应知，贫道是人教中人，也善炼丹之道。上次为除掉那6尺金蝉，贫道做了一些后手准备，不曾想今日刚好用上。各位还请放心，这般掺杂了情花之毒的银针，我也只有那几10根。若是信得过我，尽管放马过来就是。各位莫怕，贫道只不过是天庭文官，并非武将。他说的是实话，那些银针本来就是给金蝉子准备的后手，只是没用上。那些银针上的药效在刚才已经是瞬间催发了出去，此时已无半点残留。所谓情花毒，就是雄心丹炼制原材料情水提炼而出，本就只有那几10根，用过就没了。但是此时李长寿说的越淡然，远处的画面越是混乱不堪，这些敌手就越是不敢信。在暗中观察的大法师嘴角抽搐，云霄仙子也是禁不住以手扶额。李长寿心底的塔爷已经是笑得喘不上气儿了，对着李长寿各种笑骂。敖氏回过神来，咬牙斥道：各长老何在？敖氏太子，你除却会喊旁人向前，可还有其他的本领吗？当下李长寿向前迈出一步，眼睑微微低垂。他背后大娃到五娃各自跳起，在西海龙王以及那些忠于龙王的龙族仙蛟兵的周身分列5角之位，各自将头上的葫芦解下。这些小葫芦竟是5只镇机，此时被5只灵娃催发起来，化作5行御守阵，调运水灵气息，化作5行之力，撑开了一道半透明的光膜。葫芦藤虽然有些恶搞，但这确实是李长寿的一张底牌，只不过形象上面嘛有些致敬。而6娃和7娃此时已经在5行大阵之中盘腿而坐，透明的6娃不知在做什么，7娃却推演出水火太极图，加持于阵法之上。李长寿头都不回，又向前迈出几步，目光平视敖氏，浑身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。5步6步，李长寿独面数千高手，眼中只有那裹着金光的敖氏。敖氏太子，你可还记得自身之道为何吗？敖氏眉头紧皱，下意识地想要后退，但又知自己若退，那便会成为西方的弃子，此刻只能咬牙硬顶。数十名离着敖氏最近的龙族高手齐齐向前，各自放出威压，震向天庭水神。李长寿毫无所觉，依然不紧不慢地前行。10步12步，水神何敢目中无人？一位龙首老者怒吼，抬手作爪对着李长寿摇摇一抓，一只10数丈直径的龙爪虚影对着李长寿当头摁下。李长寿的身影岿然不动，那龙爪直接炸碎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数十名龙族老者齐齐出手，西海龙宫各处剧烈震荡，神通接连不断，灵力四处暴涌，乾坤动荡不安。此处水晶宫中不少华贵的摆件齐齐破碎，但是震荡过后，
李长寿依然站在那，身周飘着淡淡的玄黄气息，头发丝儿都未断一根。不过李长寿也发现了，自己硬扛这些攻势时只能原地罚站。大概万物都有平衡，这就是天道对天地玲珑玄黄塔的限制吧。各位，打够了吗？李长寿眼睑半垂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一位龙首老者如梦初醒，他猛然大喊：他定有至宝护身！霎时间，刚才出手的数十老龙释然了大半，但是随之又紧紧皱眉。已经躲在人堆之中的敖氏立刻喊道：那就将他困住，先杀敖润。敖润，其父名号。五行大阵之中，西海龙王闭眼长叹。一人站在数千高手前的李长寿，目中流露出少许无奈。这渡魂咒当真是厉害，已让异灵泯灭本性至此啊！动手！敖氏英俊的面庞满是狰狞，大喝过后，那数十名龙族老者扑向李长寿。他们身后的这数千道身影分作两股，就要绕过李长寿冲向西海龙王。李长寿等的便是此刻，前方又是道道神通术法轰砸而来，李长寿的身形却无声炸散。让这些攻势尽数落空，有龙族老者立刻大喊：水遁法！正此时，数十股拳头直径的水流正面撞向这批龙族高手。这些老龙虽然反应堪称神速，接连催起龙力轰杀，但依然有半数水流贴着这些老龙的身形穿梭而过，朝着敖氏聚拢而去。水流的速度突然暴增数倍，敖氏心神俱震，灵觉狂跳。殿下快退！西海众叛龙对着敖氏蜂拥而去，漫天神通朝着那些水流截杀。这21股水流突然再生变化，或由水化金，或由水化风，或激发乾坤波痕，或化作冰灵前窜。遁法全是遁法，只看的人眼花缭乱，却根本不知水神本体在何处的遁法。叛龙一方速度也不慢，道道身影将敖氏就近围住，用肉身挡住四面八方上下，数十高手聚成了一个球。但是这数十名面朝外的龙族高手突然听到背后传来的轻笑，各自毛发竖立。当着这些高手的面，就在这个由龙族高手围起来的球中，也就是瞬息之间，一张宝图凭空出现，其上涌出数十条江河的虚影，将敖氏直接镇压吞入宝图之内。李长寿的身影自一朵冰蓝色的火焰中走出，站在重重包围中，随手将宝图收起，淡定地塞入袖口。几乎无人发现他袖口中当即出现少许乾坤波痕。快救殿下！封锁乾坤，莫让他再逃了。只是转瞬，这数十名龙首老者以各自龙力镇压乾坤，将方圆100丈的乾坤封禁。又听各位，李长寿的嗓音突然自宝座方向传来，满殿高手齐齐一惊。他们看着被数十位龙首老者围住之地，那里有一个白发白衣的天庭水神，再看了看五行阵法之前淡定站着的另一个白发白衣天庭水神。水神极善化身之法，这自不是什么秘密，但这是何时掉的包，何时换的位，何时移形换的影，还有那乾坤遁法如何能做到这般无声无息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在袖中拿出了那张宝图，随手一甩，将此刻被大禹治水图镇住龙魂，已经昏迷不醒的西海龙宫太子敖氏扔到了地上。敖氏本就本领不强，此前被强行提了修为，实际战力勉强堪比普通金仙空虚掌门。左手扣住敖氏的脖颈，李长寿淡然道：便是不用至宝，尔等又奈我何？对了，
贫道那化身可不只是化身。李长寿话音刚落，一股惊人的灵力波动出现在敖氏原本站立之处。此刻乾坤风劲尚未消散，数十位龙首老者扭头看向李长寿留在此处的化身，却见这化身衣袍之下竟然出现了72只光斑。不止如此，这化身腹部那颗金丹此前得了数十股灵力注入，已经开始剧烈震颤。一股天道之力突然显现，这金丹瞬间炸碎，72只光斑同时膨胀暴涌。地煞灵暴阵，金仙内核加料版。耀目的太阳升腾而起，李长寿已将敖氏提到身前，顺便将已经愣住的牛头马面用仙力拽到了五行阵法内。李长寿心底想起敖乙的几句话，手指带出了几道残影，瞬间点在敖氏脊背、尾椎骨、后脑3处区域。敖氏额头犄角闪烁光亮，身形突然膨胀，在金光中化作了一条数百丈长的黑龙，被李长寿团成一团，当作盾牌护在了五行阵法之前。那一天仿佛太阳星坠入了海底，西海龙宫正上方的海面缓缓拱起100里直径的水球，一股股灵力光束照透天际。都说了，贫道不善斗法，只是天庭文官呐。